它比大豆还厉害。中国不买大豆，美国就已经鸽子在那不能动了。中国大陆的特高压是直流电，直流电可以长途运售，美国没有这一套技术。第二个，光这个变压器，中国产量占全世界快要80%，但大型变压器目前大概只有中国有。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啊，那储能设备谁生产最多啊？中国大陆啊，锂啊这些东西啊，电池啊，中国大陆生产最多。所以美国这个要脱离中国大陆的供应链，你会很困难，而且成本会很高。带观众朋友了解现在的 AI 哦，背后最重要离不开的一个基础建设就是电力的布局哦，俨然成为现在2026年 AI 赛道上的一个终极的货币，谁都少不了它。除了软体公司呢，他们现在要追求更强的算力啦，更聪明的大语言模型之外呢，美中两强也不约而同加强了硬体的布局。布局在什么？就是这个能源的基础建设是下一个重点。我们来看这张比对图啊，是一个2026年今年的展望。用电量，现在中国已经毫无疑问的是这个全球的第一了。那大概是美国大概只有它的40%而已。另外，电力的供应规模，就连马斯克都认为啊，中国拥有的应该是美国的3倍。那美国上面因为很多的基础设施现在都已经老化了，他们有一个巨大的缺口压力。还有中国的这个高特压这个技术呢，现在是领先全球，因为很早就已经砸了4兆人民币在做升级了。反而是美国要各种法案，已经 AI 都已经开始火起来了，再重新去追这些东西，现在是慢人一步。还有关键设备产能，别说变压器了，这个电力的心脏，60%的产能都在中国。还有这个西电、北送等等的这些数据中心，这些很早都已经在做布局了，刚好也顺应上现在这个 AI 时代。所以我们就看到，马斯克就说了那一句话，他说没有电的话呢 ，AI 会变成是一个昂贵的废铁。这句话非常残酷的点出了2026年现在这些 AI 大咖们他们在做的一些布局，都显示哦，你现在疯狂的囤晶片，疯狂的堆算力，去优化你的演算法，这些都不是最重要，重要的是你后面要有足够的电力来做支持哦。好，中国去年2025的时候呢，它的电量已经是喷发到美国的2倍以上，并靠着这个特高压的建设完成了西电北送，让这个大西北的绿电哦可以精准的灌到东边沿海的算力中心。反观美国这边呢，未来几年就会是有一个比较迫切的电力瓶颈。那川普也是要频频推动法案，这个待会我们会展开讨论。先请教杨老师啊，怎么看这一场美中的 AI 大战？中方现在利用基础建设，感觉是已经对美国要快做出降维打击了，是不是要在能源的底层逻辑上，我就是电力比你强，去给你弯道超车？现在我们看到中美之间的 AI 这个争霸哈。其实我们过去看的，比如说都是一些 AI 晶片啊，代表你的算力，对，或者是大模型，代表你的整个就是运作，然后呢到这个整个获益的那个能力。不过 AI 的世代其实开启大概也不过从2017、2018到现在。那过去我们看到的确 NVIDIA 带领的 AI 算力啊，硬体投资成为一个重点。但当你开始要做全面性推动的时候，发现到那电力是个关键了，就刚好17号，好，也就是前2天，中国大陆的国家能源局就公布了一个数字，也就是现在在2025年，它整理中国大陆整个用电量已经超过10.4兆度，那这是第一次超过10兆度，好，然后是美国的2倍之多。美国在去年的整个用电量来到了4.5到4.7兆，那可是呢，是欧盟、印度、俄罗斯、日本4个国家总和都还不到10兆度。是，所以以中国一个国家，它的现在用电量都已经可以支撑到超过10兆度，而且未来不是有5年计划吗？是，哦。那这5年计划从26年到30年，它预计要再投入4500亿美元的基础建设，去扩大电力各个层面。我们所知道特别有名的是在内蒙古的许多几百座的，就是风力、太阳能的这种整个相关的设施。哦，那这些呢都会是将来中国在电力上的优势。那他们现在预估中国大陆在2030年投资了450亿之后，在现在的基础上已经领先人家那么多。到了2030年，中国整个备用电力可以来到400吉兆，而是2030年整个 AI 产业所需要电力的3倍以上。那个时候大概只有需要到120吉兆。是，就当然各国都分开了。
所以也就是说，以基础设施而言，在电力的层面，中国绝对是它的优势，在支撑不管是各个产业、制造业，包含 AI 的资料中心。好，大家还记得去年的关税大战啊？这个中国一度被美国拎出来重点打击，好像杀鸡儆猴一样，开出了各种不切实际的这个关税数字。但是中国呢，靠着掌握全球制造业供应链的命根，还有最厉害的什么垄断稀土资源的优势哦，硬是可以跟美国谈判来个有来有回。好，尤其限制稀土出口这件事情，大家都看到现在它的威力有多大了，有目共睹。我们节目也讨论非常多相关的话题。我们大胆假设一下，如果在之后 AI 时代电力完全变成一个大缺口的时候，中方握有的变压器变成了一个新的稀土，中国有没有可能把这种新的电力供应链变成它制衡全球 AI 发展的一个战略武器？这就很有意思喽。电力加储能，这都是中国的强项，变成一个组合拳，有没有办法开发成为继稀土之后中国的第二个杀招？委员，其实不用把它想象跟稀土那么厉害了，它比大豆还厉害。中国不买大豆，美国就已经鸽子在那不能动了。这里面的电力系统也分成几块。第一个在发电厂方面，发电厂又分成核能发电厂跟光电发电厂。那美国不跟中国大陆买光电板，跟谁买？哦，这是第一个就卡住了。第二个输配电线，那输配电线的这个过程里面，中国大陆的特高压是直流电。那直流电可以长途这个运售，美国没有这一套技术，那要不要跟中国学？中国学都要只要买中国的直流电变交流电，交流电变直流电这一整套的变压器。变压器还有从高压变低压，低压变高压的这种变压器。光这个变压器，中国大概产量占全世界应该快要80%吧。那小变压器当然中国也有了哈。小变压器这个美国可以在东南亚扫货没有问题，但大型变压器目前大概只有中国有。那这是变压器方面。那变压器啊，把电送到了各个算力中心，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啊，储能。那储能是一定锂电池，对啊，因为这个电不会直接送到算力中心，先送到储能设备。有点像我们大楼里面哦，会把水先送到楼上的水箱，再下来。从来没有人就直接把水接到家里面来了，没有这种事啊！哦，所以这个储能设备就是那种屋顶水箱的功能。那储能设备谁生产最多啊？中国大陆啊，锂啊这些东西啊，电池啊，中国大陆生产最多。所以美国这方面的供应链啊，离不开中国大陆。那你说完全不跟中国大陆买，跟日本、韩国、东南亚买，可不可以？跟台湾买可不可以？可以，但是怎么样？你供货量没那么大啊，而且等于是要重新把这个整顿价格又没有办法跟中国大陆来比啊，所以美国这个要脱离中国大陆的供应链，没有说像稀土完全不可能，但至少你会很困难，而且成本会很高。是，所以这也是川普政府现在积极在做的事情。我们刚刚谈了2题，都是看到中国现在在电力方面的领先优势。我们回头看美国这边的一个电力政策。川普除了非常自喜他是关税王之外呢，现在又多一个外号叫做电力版罗宾汉了嘛？怎么说？就是因为他这个政府寄出要求美国各大科技公司必须要签一张15年的合约啊，一个电力长约，为价值大概150亿美元的新建的这些电厂来提供收入保证。这么做的目的呢，就是不让这个节节攀高的电价去影响到美国老百姓的电力账单嘛，这是掀起民怨最快的一个方式。那白宫发言人 Tyler Rogers 就说，为了确保美国的人民呢是拥有可靠且负担得起的电力哦，这是我们川普总统最优先的政策之一。听起来非常的高大上，有没有？像是这个电力版劫富济贫的侠盗罗宾汉，我去跟这些大公司要求他们多付一点，然后老百姓大家的电力不用涨价，安心那个其中选举选我就对了，这种感觉哈，让这个稀土巨头们去承担公共建设的成本，来换取民意。所以舰长你怎么看川普这一招？对美国不管是 AI 也好，还是电力的发展也好，你觉得是利还是是弊？我们来看啊，这个川普反正给自己很多的称号，那其实都是我们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啊。他现在要求这些电力大厂这样做啊，因为现在所有的科技大厂
都自己在找电啊。所以我们台湾为什么会有一种说法，就是台积电应该要自己建立发电厂的原因，也就是这个想法是从美国而来的。但是美国这些科技大厂呢，现在利用这一种小型或者是称之为微型的核电厂，这里有一个人啊，比对出来，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其实这个可能只有大概4到5公尺的高度，然后它的范围呢也不超过5公尺，可能就是一个货柜屋的感觉。对，它就是一个货柜屋啊。那其实呢，它可以提供这些科技大厂，无论是这些制造晶圆，或者是制造这一些晶片，它所需要的这些足够电力，而且它这里面还有另外一种不同的一个储能的设备啊。那它的发电的方式跟以前我们所看到这一种压水式也完全不一样，它的燃料棒呢，其实里面都是这种小小圆圆的，那其实它的安全度是比较高的。那川普其实就是怕这些科技大厂全部跑了，那它的电力以后发了给谁用呢？那但是我们这样讲啊，我们看中国大陆的时候，中国大陆在默默发展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没有发现。我们看到现在这么多的一个箭头，也就是它的电力，我们刚刚讲到的特高压从新疆直接送到这一个东南的这些省份的时候，那其实它经历了13.5、14.5，甚至现在已经开始履行的15.5里面，通通都有这些计划。DeepSeek 现在横扫了全球，现在最新消息是，连微软的执行长也认了他说美国输掉了这一场 AI 竞赛，真的是这样子吗？等一下我们会来就深度做一个比较深度的一个解析。另外就是 DeepSeek 它在2月的时候会来发布它的这个 V4，那新的记忆架构会不会绕过 HBM 呢？打穿美国的封锁，这些议题我们都会一起来做关心。大陆现在开发的一整条 AI 路线正在全球南方这边做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掌握。等一下我们也稍微来看一下目前 DeepSeek 的市占率，尤其在全球南方的表现是特别好的。好，那它现在其实呢，在全球包括在欧洲以外的地区不断的扩张，也让微软的总裁非常的紧张。他说呢，中国大陆 AI 模型 DeepSeek 正在欧美以外的世界全面扩张，而美国他认为很可能就会输掉这一场 AI 竞赛了。来，赶快看到的是市占率，在目前中国市场的话，目前是高达了89%，自己在用 DeepSeek。那辛巴威市占也蛮高的17%，特别来看到这当中数字比较高的就是俄罗斯，其实有56%，白俄罗斯，那俄罗斯有43%，古巴也相当的高，目前占比大约是落在49%。微软的研究也特别针对了 DeepSeek 到底强在哪里，做了一个比较深入的分析。他说 DeepSeek 不是靠最贵的算力跟这个最强的 GPU， 靠的就是低成本。开源可以部署，能够落地，大幅降低了 AI 的门槛。而他认为，接下来下一个10亿的 AI 用户不会在美国，不会在欧洲，而重点就是今天来看到的全球南方国家，他认为会是让 DeepSeek 可以彻底去攻占的地方。我们看到，我们谈了非常多，黄仁勋在谈监管，马斯克谈中国大陆的能源很强，再到微软直接说掉了模型竞争力。中国大陆赢，而我们正在输。美国3大巨头的发言，难道是在承认大陆正在赢得 AI 竞赛吗？这当中技术问题还是其他的问题占的最重要？厉将军怎么看？这个当全球 AI 的工具在2025年第4季，就上一季来讲的话，全球使用人口是16.3%，但是跟上一季相比，上一季只有15.1%，也就是说短才1季而已，全球使用人口就多了1点多%，这个成长速度是非常惊人的。那 DeepSeek 从这个去年1月份开始开发出来到现在刚好满1岁ChatGPT 是满3岁，那为什么会有这么惊人的进展？那尤其是 DeepSeek， 它之所以能够横扫全球，其实它主要是对开发中国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包括到第一个非洲的国家，第二个中东的国家第三个是前苏联的国家，对于这些开发中的国家，具有更大的吸引力。那第一个原因当然是它的这个成本比较低这是第一个。
它成本低，那是因为它自己开发的成本就低。我们以 DeepSeek 来讲的话，它做一个训练模型它 V3的时候训练模型大概只花600万的美元，但是同样如果对比到 ChatGPT Dash 动4这一款的模型来讲的话，它开发成本就超过1亿美元。也因为它的开发成本比较低，所以它提供给客户来用的这种价位就很低。我们这边看到，它现在来讲的话，如果100万的token 来讲的话，它只要0.14美元，然后 OpenAI 来讲的话要2.5美元，对，大概比同级的竞争对手要低了78%。那对于这个开发中国家当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第二个，我认为它之所以会对这些开发中国家会有很大吸引力，主要是它的系统属于开源系统那开源系统当然这个它第一个就是说，它这使用的客户他可以去修改或建构它的应用程式它也可以用自己这个公司的这种伺服器或者用私人的云端来做储存，而不必依赖这个大型的依赖外面的伺服器或者云端来使用，所以它用开源系统来讲的话，就可以运用上面是非常的有弹性，那部署上面也可以很灵活。简单的讲就是效果好又好用当然对这些开发国家当然是吸引力很大。我觉得第三个原因，当然 DeepSeek 来讲的话，当然中国大陆来讲，对于未来的 AI 它有大量的补助，这也是它能够成功很重要一个理由。当然还有一点很重要，我觉得它跟华为整个捆绑在一起华为你现在买它的手机里面就有这个 DeepSeek 相关的运用程式绑在它里面。那如果说是借着这个华为的手机可以推广出去，我觉得DeepSeek 跟华为这2家公司可以说是走向双赢。所以未来很可能这个如果说这个因为如果说对照 ChatGPT 来讲的话，它属于这个闭源的系统，那当然开源系统会更加灵活、更加有用。所以我认为在未来可能这么快的一个成长，然后尤其 DeepSeek 才出来才1年的时间，那就已经快要赶上 ChatGPT。那在未来的发展，我觉得等到 V4出来它更有长足的进步。那全世界对于以开发国家的这种企业来讲的话，它会推广的更快，然后运用的会更广。好，现在预计是说 DeepSeek 的 V4，刚刚将军帮我们提到是在2月份的时候就会登场。那标榜的就是说它的算力跟记忆体不会被 HBM 跟 GPU 给绑架。杨老师又怎么看这一点？这是第一个问题。再来就是 V4能够对目前的 GPT 还有 Gemini 等等带来多大的威胁？现在 DeepSeek 碰到的问题就是它的硬体算力的层面受到了就是硬体的这个限制那在整个算力会受到影响。那可是，在现有的算力跟就是参数如果相同的情况之下，它如何能够提升它的表现，让它又快又聪明？那他就在最近发表了一篇文章，梁文峰和北京大学的团队。这篇文章的这个题目叫做《基于条件查找的条件记忆》那大型语言模型稀疏性的新维度，所以他就建构了一个新的，就是等于是叫做这个语言模型。那这个新的语言模型可以在同样的算力，甚至在更小的算力之下，它能够达到一个更高的这个效率。那因此你就看到它接下来这个 V4的这个模型呢，说就要在2月出来，就会以这个所谓的条件记忆的这个架构来去推动。那这个跟过去 V3 甚至跟其他 ChatGPT 都不一样。那这个文章已经发表出来，可是呢，真正会运用是马上 DeepSeek 的这个 V4。那因此你就会看，它会提升模型在知识调用、推理、代码、数学等任务上的表现。所以也就是说，它绕过了必须要有一定规格的这个 GPU 的叫做 HBM 就是所谓的高频宽记忆体。那但因为这个高频宽记忆体在整个中国大陆现在对于辉达的这些晶片的这个限制，也一方面是国安限制，一方面也希望中国大陆自己本身能够更快的能够技术这个自立自主。所以呢，在这种限制之下，那 DeepSeek 以及大陆的这些开源的
这个 AI 的大模型呢，能够怎么做？他发表出这一篇文章，也就是新的一种模式。那这个新模式，就基本上其实你被这个打压之后我去寻求一种新的活水，就找到了。那现在这个应用，我们不知道实际上效果可能会如何。等它 V4出来之后，我们就可以检验。不过以它在全球的市场跟中国大陆市场而言的话，我觉得它的检验度很快就会知道这个结果的。好。不过在 AI 领域，美中还是有各自的强项。美国在这一种最强模型上面还是比较强。那中国强调的是，可以复制的 DeepSeek 可以落地，比较容易平易近人等等。到底谁可以走得比较久？那张将军又怎么看？我认为这样子，因为要从几个来看。那个美国的不管 ChatGPT 还有中国大陆的这个 DeepSeek 来看呢，因为 DeepSeek 虽然是这个后面出来，但是有时候会后发先至。为什么？你把人家的版面呢都知道，然后自己再调一下它哪个地方是短板，再把它补强。有时候往往变成后来居上，因为你的我都具备啊，但是我现在就新加出去了，你没有，所以它有这一方面的优势。我们看，然后中国大陆的 DeepSeek 是低价抢进。那低价抢进的状况之下呢，就像我们感觉到，就拿大疆无人机来做比喻，那大家便宜啊，那便宜又好用啊，因为大家很熟悉，那个就几个按钮操纵一下就会飞啦，又会组装又会飞，那这个好方便了。以前感觉到哇，飞无人机好像有点学问，有点技巧你要有点空间概念也可以，不用你一般的小学生他就会了，就变成你方便。那 ChatGPT 是这样子，但是 DeepSeek 让你更方便，是这个。第二个优势就是说。我们知道这个有普及版跟这个专业版。普及版就这个门槛非常低，那个小学生、中学生他在输入关键字他就会用了。那专业版要钱，那以后普及版到最后都不用，就跟我们讲的 那个 Microsoft 的 Windows 到时候都是免费的啦。接下来关心全国产晶片 AI 的模型，现在突然间横空出世了，在中国大陆。那么北京也另外反手要来封杀美国的 H200软体，希望去西方化。中美科技战正式翻篇，今天一起来做解读。好，川普现在呢最新喊话，他说要有条件的，终于是要来放行他的 H200了。没有想到，我们看中国大陆立刻出现了一个逆袭，直接端出了一个完全不用靠美国的成绩单。他是谁呢？他就是中国 AI 的新创智谱，现在说要跟华为一起合作，他们正式的发布一个是完全国产的新一代图像生成模型 GLM Image， 好，包括了接下来从晶片到框架、训练到模型，全部100%都是国产化，完全不把这个有条件放行的 H200放在眼里，也等于是对美国的科技封锁来做出一些回应。我们来看到这个 GLM Image 特别使用的东西，包括了它有这个来自于升腾的训练服务器，还有深思的框架跟多元的模型。重点来了，生成一张图片其实只要0.1元的人民币，被视为中国大陆把 AI 从这种高端的奢侈品一下子变成了工业化的耗材，打断了美国高端的这种算力垄断的神话吗？代表说顶级 AI 接下来不用再看美国人的脸色吗？那这个 GLM Image 到底有什么样子厉害的地方？为何能把成本压得这么低？委员怎么看？我们首先解释一下什么叫 GLM Image 哈，这个 GLM 就是通用语言模型，就 General Language Model， 就是用语言在跟机器对话的过程里面可以产生图像。我用中文讲，我用英文讲，什么语言？告诉他说，你帮我画一张思敏的画像啊，他就帮你画出来。这个基本上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 AI 的运作方式。如果是图像到图像简单，语言到图像，这有时候难度会比较高，特别是中文的语言。那这一款由智谱跟华为共同合作的 GLM Image 哈，它是用系统来跟美国的系统竞争。如果晶片对晶片，可能美国会比较强，但是整个系统的时候，它就是截长补短，变成它有竞争力。但它使用的机器是什么？用升腾的 Atlas 800TA2， 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一个伺服器，在训练伺服器，专门在做 AI 训练用的。然后它里面装什么东西呢？它装了一个华为自己做的鲲鹏 CPU， 很强的 CPU， 不 GPU 哦。它 GPU 装在另外一个伺服器中的伺服器。叫做 4U AI 伺服器，那里面装的就是这个升腾的 GPU 晶片，
哦，它是这样的一个一层一层架构上去。那这部是硬体的部分，生思的 MindSport 是什么？他说的好了，我这个晶片可能跟你无法竞争，我就用一个统一架构，让我的这个这个训练伺服器跟周边设备所连成的终端所连成的整个系统啊，效率可以赢你，我截长补短赢你。那这个就是那个生思所设计的 MindSport 的统一计算架构，你就把它想象成 iOS 啊。或者想象成这个华为鸿蒙这种概念，那就可以哈。那再来呢，会完成 SOTA 级的多模态模型训练，就是 SOTA 就是即使不要以为什么专利，它说 State of the Art， 它是叫 SOTA 啊，就是目前最顶端的图像，比如说太空船的设计、航空母舰的设计。啊，不是一般的这种所谓的，还要帮我画我母亲的图像，不是那么简单的，这种很复杂的图像的一个设计啊等等，那叫 state of the art， 就是说我们这个系统里面，当前行业上最顶级的图像生成是什么样的图像生成？3D 啦，或者是3D 类什么之类的东西，可是重点在成本。他用这套的全部都是国产的。把成本给压缩到一张图，当然他没有讲这一张图是什么图啊，是0.1亿元人民币。我老天娘，打遍天下无敌手啊！这是打遍天下无敌手。就是即使再复杂了，你这种最基本的都是0.1毛的这个人民币，再复杂了也是比你美国的便宜啊。那便宜的话，工业界就可以用。因为你的太贵了，工业界想让我实验室用就好，我生产线用量那么大，对不对？我要节省成本啊，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它接上3D 列印啊，接上各种机器人啊等等，很抱歉，它就是成本比你便宜，那效率一样，成本比你便宜，我就可以在业界生存。所以华为啊，这个大陆上有很多新创的 AI 的这些公司哦，很复杂。那如果像智谱懂得切到这个 MindSport， 就说，哎呀，你这个。有一些 GPU、CPU， 一下子什么训练伺服器，一下子 AI 伺服器，还有终端使用，还有在远方也要上来使用，这么复杂，我来设计一个统一计算架构，就是鸿蒙系统那种概念。那我只要让很多操作人很方便，不用太复杂，比如说医院用的，它也可以用；工厂用的也可以用；那太空船发射的也可以用。那请问你？我需要这么多那个什么 AI 程式设计师吗？我成本都整个降下来了。是。那总共来讲，能够到达 SOTA 级的，那是顶端的东西。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是完全的全国产的晶片 AI 模型横空出世。那刚刚说了嘛，价格低到不行，一张图片生成只要0.1元人民币。那现在美国如果说要放行 H200，对于中国大陆来说还会具有吸引力吗？我们看到是路透社爆料的说，中国海关已经通知辉达 H200了，不准入境。就算你美国开放，但是中国大陆方面现在态度是说，除非必要啦，否则是一律暂停购买的。其实呢，美国当时在放行 H200之前，还有非常多的限制，一共是3重限制。第一个技术阉割，第二个用途追踪，第3个是总量限制。结果没有想到大陆是完全不要了。赖老师怎么看？大陆当然知道美国想要干嘛，美国也要透过这个 H200要掌握你的 AI 的发展方向，跟 AI 的这个使用的一个途径啊，他也想了解透过 H200来掌握中国大陆 AI 的发展现况，所以他当然希望你使用，可他要完全掌控你是放在哪里。那对大陆来说的话，因为美国的法律有规定，他们的所有的数位产品都必须要留有后门，给他们的情报人员。可以去无限制的、自由的进出，从后门进出去了解这个使用者他的所有的相关的产品，任何通讯产品、任何数位产品都在他们的法律规范之内。那当然，黄仁勋一直在强调说他的晶片绝对没有后门，他一直在强调，但是法律有写。可是黄仁勋又强调他绝对遵守美国的法律，那这个就很特别了嘛。遵守美国的法律，又说没有后门，但是美国法律规定要有后门，那这怎么解释？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解释开。没有解释开，对大陆来说的话，他知道美国为什么会突然间从 H200从 H20提升到 H200，那就是因为中国大陆的910C也已经发展起来了，也就是中国的升腾的910C已经出来是对标的，910D 也出来了。那这样的情形下的话，
你在控制 H200的意义不大了。对美国来说，干脆的钓鱼，钓鱼它有3重的功能。第一个就是我来掌握你的发展，我如果真的有后门的话，我掌握你使用者，我控制住你啊，这样的一种情况，就是我们讲的所谓的产品追踪。那么如果有后门，哪一天我从中来窃取我所要的资料，所以大陆这边的限制很明白，就是而且已经开会了啊，昨天就开会了，把业者都找来，而且据说是态度很坚决，而且很严厉的，也就是谁违反谁试看看，啊，谁偷偷的想方设法的弄进来，谁违反谁试看看，那也就是这个等于是一种警告了。对，那我相信这种警告是绝对有效的啊，所以如果要进来的就有大学，大学可以进来，但是要经过特批。那因为你大学你要进这个东西，你要做研究，研究 H200或者研究这个黄仁勋的 NVIDIA 它是怎么运作的，那可以。可是如果你要把它用在商业用途不行。那美国的目的在哪里？美国的目的是要打趴你的这个 H200的相类型晶片的一个发展，也就是 AI 晶片的发展，产业不让你中国有活路，因为他知道阿里跟腾讯啊，还有他们百度，他们也要自己要做自己的 AI 晶片，他不让你有晶片发展的空间。那他也知道华为已经做出来了，他不让你有空间，所以在这个时候卖，你卖中国大陆告诉你不能进，那不能进的话，等于是保护了中国大陆自己的产业，因为它根据的是你的歧视性行为，根据国家安全法，那你美国的产品不能卖，也没有违反 WTO 的规定，因为这是你美国设的游戏规则，我就按照你的游戏规则用在你身上，这个对黄仁勋的消息来讲不是一件好消息，所以它股票蹦一下就往下挫，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是好，这个是中国大陆对于这个美国的西方的晶片的一个封杀。那其实不只是对于 AI 晶片的一个封杀，现在呢是说连这个有关于来自于美国跟以色列的相关的，包括了资安的软体也要完全封杀，而且封杀的这一些软体商还是都是重量级的，其中一家包括了博通旗下的公司哦，理由当然还是以国家安全为由，一次封锁12家来自于美国跟以色列的资安企业，要完全去西方化吗？李将军怎么看？中美科技战哈，原来都是美国在卡中国的脖子哈。那主要那时候中美科技战主要限制的，我们讲小院高墙，大概就是主要是在晶片方面哈。但是没想到现在中美的科技战已经扩展到资安的软体工程哈，也在做这中美科技战。那现在我觉得这个以前美国对中国哈，这个通常都是用国家安全为一个借口，为一个理由来卡住中国脖子，不将这些晶片或者将技术提供给中国。现在没想到中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以国家安全的理由来反制中国，然后限制自己国内总共的各个企业不可以买这资安软体这资安软体事实上顾名思义，如果软体工程来讲的话，跟硬体最大的差别就是说，主要靠的是脑袋嘛。那如果说中国的工程师这个资讯工程师有这个能力给他假以时日来讲的话，他一定可以设计出相关的资讯安全的软体所以不见得都要跟你从中国买。我觉得从这方面，从软体来着手跟美国做一个对抗，是最容易下手。硬体的部分，或许你限制于艾斯摩尔的光刻机啦或者是晶片的设计，可能还有很多的门槛要卡住。但是软体纯粹就是靠智慧、靠脑力来设计，所以说中国从这方面来着手，确实是对的。那目前我们看到中国总共美国来讲是博通这家公司，它底下旗下的相关的企业，还有以色列这个 Checkpoint 它底下企业来做这个管理跟限制。中国自己本身来讲，国内的企业够多，它市场也够大。我想，如果说将美国跟以色列这些资安软体公司限制在外，那也可以鼓励自己国内的相关资讯工程的这些设计更好的资安的软体提供国内企业来使用。那我也相信中国自己有这个市场，它应该可以发展做得出来。然后当然对美国来讲的话，他们就少了一个市场，少了一个生意。
来看到中国大陆启动最新的它的晶片战，它要使用的就是这个曼哈顿工程。今天带观众朋友来解析它这个曼哈顿工程怎么做。其实它会从3方面，包括人才、产线跟政策3方面一起来着手。那科技自主战，现在这个战火直指的当然就是美国了。好，赶快来看到它怎么做呢？其实这个是在2026年，就是今年正式悄悄启动的代号叫做晶片曼哈顿工程的一个计划。而且呢，我们看到它的计划其实内容蛮实质，已经列出来了。目标就是4年内，它要增加自己的这个本土技术人才，达到50万人。那它的国产设备操作的岗位对外国的依赖要持续的下降，从原本占比的35%，他说4年内要一口气下降到10%以下。好，要知道我们来看到的是这个美国的智库是这样说的，他说这个计划类似相当于当时美国的曼哈顿计划，主要呢是集中这个核物理学家。那一旦的这个本土的技师取代了80%以上的话，那么外资接下来它的维修团队可以在美国设备商务商将会在失去在服务收入跟技术迭代数据对于中国大陆的输出，也就是说大陆再也不需要这一些外资的工程土木技师了等等。好，所以请教委员怎么看4年内大陆的这个所谓的曼哈顿计划真的能够做到完全的科技自主吗？跟美国完全的脱钩有可能吗？当然可能啊！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4年的，我们号称叫做晶片曼哈顿工程的这个计划，其实大概只是比较具象成型的一个方案哦。但是事实上，我认为中国大陆在面对美国的科技卡脖子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已经早就开始在做积极类似的部署跟安排了。所以在过去这几年，就算这个2025都还没有启动，你在2024、你在2023哦，你就可以看到中国大陆在这个光刻机的生产哦，在晶片的设计，包含像华为，在过去这段时间高薪的挖角了很多华裔的滞留在海外的高阶的这个晶片制造的工程师回到国内来，希望能够报效国家。这些事情早就在做了哦。那但是2025到2029这个计划是它很明确的把它定在这里的。那么我认为说，中国大陆哦，他只要倾国家之力去做这件事情，几乎没有什么事是做不成的。我们过去在这边讨论过太多事情了。过去的高铁被人家当作是笑话，现在的高铁是中国最骄傲的名片哦。那你更不要提到说像 AI 的领域了哦，因为我自己在研究所教 AI， 我们公司在上海现在正在落地我们的 AI 跟虚拟人的这个研究中心。那么我就眼看着中国大陆如何在 AI 的这个赛道上做渠道超车的动作了。你光看最近的几个事件嘛，我们前一段时间讨论的最多的是 DeepSeek，DeepSeek 它是靠算力，它是靠算法的改变，靠演算法的改变去突破了硬体的这个封锁。所以呢 ，DeepSeek 在算力上不像这个欧美的大模型需要这么高的算力来支撑，所以它可以摆脱掉在这个对于 GPU 对于这些晶片的依赖哦。但是最近的另外一个新闻是什么呢？中国大陆去年推出来的一个叫做 AI Agent 叫 AI 代理人的公司叫 Manus， 它当时推出来的时候，这个欧美国家都在笑，说怎么可能？现在没有什么 AI 代理人这个。AI 代理人可以做得出来的，这个 AI agent 是不可能成功的。他成功了没？他成功了。他不但成功了，现在被 Meta 花了20亿美元要收购了。就是 Meta 有史以来的3大收购案 ，WhatsApp 跟这个 Scale AI， 再来就是这个 Manus， 就是中国大陆自己本土的这个 AI 的团队所做出来的 AI 代理人。所以你光看到中国大陆在 AI 的赛道上，它是如何的来进行快速的超车。那么在晶片上，我认为这个绝对是不可能难倒中国大陆的了。他只要请全国之力，投注了足够的经费，在人才、在科研上进行全面的研发，他要完成所谓的晶片曼哈顿计划是指日可待了。好，所以4年内要完成所谓的晶片自主化，现在看起来机会非常的高。我们刚刚特别提到的这个曼哈顿工程计划，其实有3个它的大重点，带观众朋友来稍微看一下。它的重点其实就是主要是培养人才。第一个就是人才要做升级，第二个就是说这些人才还要从这个教室正式的进入到工厂里面去，并且呢还要融合这个技能的体系。我们先来看人才他做了什么样的努力。他是说呢，将35所的高职的院校升
升格为职业本科，然后开设这个机体电路装备技术等等的紧缺专业。从2025年开始，每年会送6万名的毕业生直接到产线来做操作。那另外一方面是国家直接出资金哦，设立这个15个共享晶圆实训中心，学生之后直接进入到工厂内就来操作28奈米产线。最后一个，它是参照中国大陆的核武计划2弹1星的这个计划，设立8级技师体系。那么首席的技师还有享有非常好的一个职称之外，还有一个股权的分配。张将军怎么看这个过去？因为刚刚说有参考这个核武计划嘛，这个核武计划能够给现代版的晶片发展带来一些刺激跟一些启示吗？我认为这方面要一个科技要能够成功，要有4个条件，缺一不可。第一个一定要有钱，资金。那中国大陆愿意投入啊，拿120亿砸，一定要钱。你没有钱不可能的啦。你研发怎么研发？你科研都要钱，做实验要钱，盖地建厂、买装备都要钱啊，把钱先进去。第二个人才，中国大陆的985现在已经有39所了，它现在的重点都在培养这个半导体，就是芯片制造的。那这些还包括光刻机。那现在的这个4年要培养50万，50万很多哦。你想想看，50万多少人才在这边做科研、做半导体，那这就形成重点了。因为只要有人才，其他的就不困难。你人才不是光只是科研人才，包括管理人才，包括物流人才，还包括贸易人才，这个通通都要考量进去的。那你这个人是50万的，不是3万5万，是50万。那人才的这种人才库就出来，你还包括221的重点大学都可以培养。中国大陆在这方面的科技论文的发表、专利数的申请，还有论文的引用数都达到一定的水准，所以我认为人才对他来说这个问题并不大。第3个，我们讲的技术条件，你有没有技术条件？以前有没有基础？现在有没有基础？我认为有基础了，因为他一直要不断的突破，因为美国的卡脖子让中国大陆有这种我们讲到了危机感出来了，所以中国大陆在这方面就开始就加紧这个，哪怕这是荷兰的 ASML 不给他自己来致力研发，自己在做技术突破。所以我们讲说这些技术条件，中国大陆的一般的我们都知道，只要成熟制程它都没问题啊。对，只是说在尖端制程它要去突破。我认为突破大概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第4个是最重要的，我们讲到市场。你市场你做那么东西，结果你外销售结果不流畅，赚不到钱，那到时候也萎缩，也关店也倒了。那换句话说，中国大陆在这方面的市场够大了，包含 AI 需要晶片，汽车因为现在都新能源车这个晶片，也包括了无人机大量的晶片，那个包含军工产业、航天产业、航空产业，通通都要大量的晶片，还要不要去讲军火？那这些市场源源不断，都要需求，都要晶片。那换句话说，它的利润就有了，利润就来回馈 feedback 到这些建厂。还有人才的培育，还有这方面资金的供应又来了，变成一个循环链。这个循环链被需求链跟供应链，需求链跟供应链两个契合在一起的话，它就会上去了。对，你不能说结果产能过剩，结果没有市场，仓库堆了满坑满谷，那你就不行啊。所以你注意看它整个要去宏观调控，然后刚好每一个都是一个黄金比例，你才能够让这个晶片的制作跟它的市场都能够达到一个完全对等的一个态势，然后变成利润极大化。好，所以我们看到一方面中国大陆现在呢在做这个科技自主的全面化，那另外一方面现在在科技上是对美日下战帖嘛？因为今年初大家还记得吗？黄仁勋不是说终于要放行了这个 H200给中国大陆，而且是放行大量的量产出货，结果隔天呢大陆官方直接打脸说不要了，我不要你的 H200，我们要改用国产晶片，所以禁止来停购美国的晶片，这是一件事情。针对美国，针对日本呢，它则是禁止发起了反倾销调查，针对于日本的这个二氯二氢系来做这个反倾销的调查，这个是在对美日下战书吗？厉将军怎么看？当然，这个黄仁勋他原来放出说这个中国大陆总共要跟他买将近100万颗的这种200万颗不是100万颗，200万颗的这种H200的晶片每一颗售价是27000块美金，那你看多大一笔金额？那黄仁勋自己库存 ，NVIDIA 库存有多少？
只有70万颗哈。那后续来讲，它要跟台积电再买130万颗，哇！我们那个台湾很多股价，很多相关的 H200的相关的概念股都涨了，包括鸿海啊、伟创啊、英伟达都涨了。但是没想到，突然这个晴空霹雳，突然这一来之下，那昨天这几家H200的产业链的公司哦。股价就跌了差不多快1%左右了哈。当然，中国来很明显的，我们都认为说是这次来讲，如果说这个可以有H200可以卖给中国相关的科技产业，包括阿里巴巴啦、腾讯啊，如果能够拿到H200，它的效能再怎么样，也比H20效率要快6倍，那讲起来应该是很好一个晶片。虽然说它不是最高阶的 ，NVIDIA 最高阶是 Blackwell， 它不是最高阶的，可是这个总是这个有一大的注意嘛，哈。那中国自己本身有没有这种效能晶片？目前还没有。它再怎么样，它也比你中国自己制造的升腾910C，效率要好很多。可是中国来讲，居然说这个 H200哈，这个规劝他们的企业不要采购。可见中国已经下定决心了哈，我觉得有2个底气，一个就是中国下定决心要跟美国科技业断奶，我自己要想办法能够生产。我如果说这次跟你买，以后持续跟你买，那将来这就会打压到我们自己相关企业。